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忍者神龟》。可能很多的小伙伴玩过红白机的版本，街机版出品于1989年，比红白机版要早1年，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最大的区别就是街机版的难度非常的高，平 A 还有 AB 的攻击判定有变化，手感上感觉街机版更顺滑一点。但说实话，我更喜欢红白机的操作手感。AB 用起来比街机版显得更好用。街机版比红白机版要少2个关卡，就是中央公园下雪那关，还有日本城堡那关。另外，敌方杂兵的种类、配置，包括一些 BOSS 都有变化。这里是第一关，这关的战场就是埃普里尔的公寓。神龟们看见公寓着火了，所以来营救这位女记者。这里就要面对第一关的 BOSS 了。第一关的 BOSS 罗斯泰迪，牛头人啊！用牛头人来抓女记者，这个套路对劲儿啊！咱们击败了 BOSS， 但是埃普里尔被史莱德带走了。这样的话，第2关，我刚才呢展示了一下平 A 的效果，可以看见连续的打了小兵4下，这个判定和红白机版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游戏到了中后期，同屏的敌人数非常的多，这也是因为同期的街机机版性能上比红白机要强很多。到后面你能够看见同屏10个以上的敌人围攻你。第2关楼上是有一个披萨的，可以加血，但是我觉得第2关的难度没必要。咱们走吧。滑板的这个妹子我没有打到。我看这里啊，这里就上来7、8个了。游戏最常用的攻击方式就是这一下 AB， 攻击力非常的高。使用的方式就是 A 和 B 一起按。我记得红白机版本出这招的话呢，跳跃要稍微早按一点，它才会出现这个攻击。我刚刚把敌人扔出去了，这一下也是平 A 的一个组合。好的，第2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啊，猪面人，有翻译做波普的，也有翻译成比伯的。这个 BOSS 非常好打，他的拳头攻击的范围比你的 AB 要短，这就是他最大的弱点。这里是第2关的下半部分，进入到了下水道。出现了拿锤子的敌人。这款游戏走位是非常重要的，最好不要被敌人两边夹击。出现了一个老鼠洞，另外咱们的血量其实非常的少，敌方打人很疼。
咱们上方的得分就是击败敌人的数量，这点设定继承到了红白机的版本。通关一次的话，咱们大概要击败400个敌人。又有回血的道具。这个老鼠洞我没守住啊。咱们现在到水里面去就会被导弹攻击。红白机版也有这个设定。这里看起来有一个门。跳跃攻击有3种，有一种是和红白机版一样的，还有一种是跳得很高，然后出普通攻击。另外还有一招，是一个横着的飞踢。跳跃攻击利用到的地方不是特别多，最主要的攻击手段还是 AP。这个 BOSS 不断的生产这种小的机械老鼠，咱们就在这里的右上角卡一个站位，这样有的机械老鼠是咬不到你的。咱们要去把埃普里尔救出来。这里是第2关的第3部分。早期的街机游戏的关卡的分配有一点迷，最典型的就是街机版的赤色要塞，之前给大家录制过，整个游戏只有一个版面，从头打到尾，不分关卡的，一镜到底，而且通关也非常的快，几分钟就能通关。但是续币也非常的快。这里是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的车开出来可以撞到自己人的。拿枪的小兵非常讨厌。你看这里，我感觉自己已经尽力了，但是我的血量已经1半了。打小兵的时候，经常打着打着，你发现你自己没有血了。前方还要打 BOSS， 这里的 BOSS 是一个双 BOSS 组合，牛头和猪面。红白机版这里只有一个 BOSS， 就是那只苍蝇。这个 BOSS 战有难度，游戏当中的第1个难点。最好先干掉1个。猪面人是平 A 3下，再来1下 AD， 他就会倒地。记住这个规律。最理想就是你在打猪面人的时候，牛头不来捣乱。这里有一个回血道具，所以说我不是很虚，虽然咱们现在只有3滴血了。猪面已经闪光，好，利用他的攻击范围没有咱们远。剩1个 BOSS 怎么打都好打，况且咱们还有一个回血道具。BOSS 一下2滴血，好疼。还是利用 Y 轴打了我2下了，我又只剩6滴血了。好，他也闪光了，那这样快了。打完他之后呢，咱们就上高速了。之前也提到了，街机版没有中央公园那一关。好的，打完。
上了乌龟车。我的天，这里啊，埃普利尔啊，照着乌龟的头就是一口啊，没错吧？这是刚才的真实情况，对吧？高速这里没有 BOSS 战。好家伙，对面开过去一个车，把自己的很多同伴啊，大脚帮的小兵给撞爆了，翻着跟头出来的，这里没用啊！你如果不猛的话，你姿势再多也没用。还是要自己强一点，不要总想着这些花样。这种小机器人，咱们站在屏幕的左边是有概率把它带出屏幕的，这样它就不会再回来了。有的时候同屏会出现4、5个，这样你就往屏幕的左侧靠一下，游戏会变得简单一点。这里的敌人就不少，而且兵种的混搭是最难受的，有近身有远程。很多的版面，如果你一直往前冲的话，真的会带出很多的敌人。这里出现了5个小机器。把我给电了，无所谓啊。看一下最后咱们打几个吧，剩2个了，另外的3个出了屏幕就没回来。看一下这里啊，这是多少个人，我也不数了。因为没有 BOSS， 所以说挨打无所谓了。我的天，这个版面我带的太猛了，这10个打不住。回血的道具，哇，刚刚这个 AB 好像打倒了5个敌人，过于夸张。我血量也见底了。其实消灭对面小兵最好的时机就是他们刚刚走出屏幕的时候，还没有开始走位。刚刚这下 AB 好像打倒了4个，也不少。这个场景在红白机版是不会出现的。这种路障上面有尖刺，这个尖刺是不能碰的，碰到会掉血。远程的小兵攻击的距离比我远，刚刚小兵扔出的轮胎是能够打到自己人的。这里的飞机看起来好大，用 AB 来打，第一下定住，第2下击落。后面还有扔炸弹的，扔炸弹的其实很难对付，因为炸人太疼了。可能是除了史莱德的变异光线，打人最疼的一个攻击方式。变异光线是秒杀的，炸弹可能是一下半格血。我们就站在角落，出现了扔炸弹的，看这个攻击范围啊！
这次咱们站右上，走位的时候小心一点。最理想就是一个一个的打。又来轰炸的飞机了，还是站右上，不停的 AB。这个场景在红白机版也见到了，车辆出了事故，现在屏幕的左上角能够看见车的残骸，已经撞毁了。来到了第4关。游戏一共只有5关，其实如果分得细一点，也能够分出6、7关。守一个老鼠洞，这关前方还有一个老鼠洞。打老鼠的时候，不要和这些小兵一起打，一起打的话就守不住了。好，这里打一下，才炸没了2个。这个地方敌人数量也非常多，也超过了10个。又出来1票。吸引他们上来，然后 AB， 有的时候 AB 出早了就会挨打。这游戏竟然不讲命啊！我已经干掉400多人了。我觉得200分讲一个命不过分吧？人物这么脆 ，BOSS 战又那么难，这里要打小飞机。这个小飞机太讨厌了，它的攻击太快。这是4个是5个，5个，带一带屏幕，争取让他们出去几个。好，出去了3个，这样子打，剩下2个就可以了，1个了。5个我只打了1个。另外4个都跑了。看看前方有3个回血道具，这里要进行 BOSS 战。这个 BOSS 是石头战士，名字叫做格兰尼托。格兰尼托是音译，意义应该是花岗岩。花岗岩啊，某种程度上，它这个硬度我是十分羡慕的。用火喷了我一下，打它最舒服的距离是 Y 轴最远端，你用 AB 能够够到它，它又打不到你。这个货的血量非常多，不愧是花岗岩啊！打它呢，我就习惯拼命了，因为咱们的回血道具比较多。最后一关的时候还要打1只，那只石头勇士是他们的指挥官了。
级别比他要高，但是感觉没有他硬啊。好，打完，这样把老师救出来。最后一关的战场就是科技大厦。科技大厦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，是因为小的时候玩红白机版的《机龟忍者传》，最后一关就是这里，一个迷宫式的。曾经有那么几年的时间，一直也没有转出去，就在最后一个走廊里，被那些像是宇航员一样的敌兵给干掉了。那个时候不知道，你蹲下就可以躲掉。最后一关的 BOSS 战比较多，除了一个石头勇士之外，还要打克朗以及史莱德。这两个小机器也没回来。这里反复横跳，冰冻你的机器也可以打，但我感觉还是躲。既然它不讲命，打分也没什么用。前方不远就是 BOSS 连战了，3场 BOSS 战。这里有一个回血道具，但是一会儿进门之后就没有了。这个敌人的组合最讨厌，长枪的这种敌人，他的攻击范围比咱们要远，拿枪的就更不用说了。BOSS 战，特拉格。他是石头战士的最高指挥官，咱们就是利用攻击范围来控制他，比他打得远，比他长。看来你光有硬度还不行啊！长度也很重要。你能够打到对面，对面打不到你。他已经闪光了，但是我觉得再打几下，尽量满血进这个门。好的，开始这款游戏最难的部分了。克朗的话比较好打，很多小伙伴呢是平 A 塔，但是我建议啊，平 A 一下，然后 AB 一下，这样打起来更有效率。克朗的攻击方式用脚踢人，手部导弹，还有眼部的激光。闪光了，闪光了，慢慢来，别急。给了我一脚，打克朗还是尽量不要掉血，后面的史莱德有点难度。史莱德是有一个分身，假的分身呢，打几下头盔就掉了，这样你就不要理他了。然后去打真的，真的史莱德大概3下 AB 可以打出1次硬直。AB 的机会就是要等史莱德从 Y 轴接近你，你再 AB。打完之后马上躲。如果你直接 AB 呢，他有可能蹲下躲你的 AB， 然后用刀砍你。
另外就是要注意它的光线了，光线是秒杀的。BOSS 的血量并不多，不如石头战士系列。他的帽子如果掉了，马上就会挂。好的，我还剩3滴血，这样的话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《忍者神龟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一款游戏再见。